上一世，我母亲遭遇车祸，大出血不止。我苦苦哀求哥哥，让他把养妹丽丽带到医院献血。丽丽和母亲一样，都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。可丽丽献完血后，却在深夜走进了大海。她留下一封遗书，控诉我们家只把她当成移动血库。哥哥安德鲁异常平静地处理了她的葬礼，甚至还安慰我，让我别自责。可到了我生日那天，他却把我拖到了医院楼顶。你真是恶毒至极，他嘶声怒吼，语气里满是刻骨的恨意。是你把他逼得抑郁，是你和妈串通好演了这场急诊戏。你害死了丽丽，现在该你偿命了。说完，他就把我推了下去。我死不瞑目，满心都是难以置信。再次睁眼时，我竟回到了母亲车祸当天。刺耳的刹车声和剧烈的撞击将我飘忽的意识拉回现实。我眨了眨眼，发现自己正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瞬间涌满眼眶。这一幕太过熟悉，上一世她就是这样护住了我，才导致失血过多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别担心，宝贝，妈没事。可我分明看到她腹部的血迹正迅速蔓延开来。怎么可能没事？我强忍泪水，摸索着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，双手颤抖着按住他的伤口，试图减缓流血速度。破碎的车窗玻璃上映出我满脸坚毅的模样，和从前那个软弱无助的女孩判若两人。上一世，我被吓得魂飞魄散，第一反应是给安德鲁打电话求助。他起初根本不信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才同意送母亲去医院。就是那点耽搁，让他付出了惨重代价。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下半身瘫痪，余生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我陪着母亲一同前往医院。刚到医院，他就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。我守在门外，目光死死盯着紧闭的大门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坐以待毙。不等医生来找我，就已经在一个互助社群里发帖，恳求所有 Rh 阴性血的人前来帮忙。我不能再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安德鲁和丽丽身上，多一个选择，就多一分生机。但我还是给安德鲁打了电话。妈出车祸了，失血很多，需要 Rh 阴性血输血。你能不能把丽丽带？你还在玩这种把戏？他直接打断我，语气里满是鄙夷。你就这么恶毒，连他一个安稳的生日都不让过？我的心一沉，不是的，是真的，妈，她真的。闭嘴！妈好得很，医院也不缺血。他的声音冷若冰霜，这一次我会保护丽丽，不会再让你欺负她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医生走了出来，告知我医院的 Rh 阴性血库存已经严重告急。安德鲁在电话里听到了医生的话，竟然嗤笑一声，呵，你连演员都雇来配合你演戏了。恐慌攫住了我，妈在大出血，安德鲁，她情况危急，求你了，把丽丽带到医院来。我的声音因绝望而尖锐，带着哭腔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折磨我？电话那头传来丽丽故作无辜、满是委屈的声音，你就不能让我好好过一个生日吗？还在拿妈当借口，安德鲁的声音冰冷而笃定，他已经认定我在撒谎，偏偏要在他生日这天搞这种事。安德鲁，我没有撒谎。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够了！他咆哮道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上你的当？你一直嫉妒丽丽，总想方设法让她难受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得逞。他挂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，忙音像是最后的冰冷羞辱。我瘫靠在医院的墙上，心中充满了无助的怒火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互助社群里弹出一条消息，是医院，我是 Rh 阴性血，就在附近。我擦干眼泪，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敲击，对，好，马上到。5分钟后，同一个人发来一连串愤怒的语音消息。我点开播放，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爆发出来，你耍我呢？发假急诊就为了报复你妹妹？你以为别人都很闲吗？你有病吧？后面的消息也同样恶毒。我仿佛坠入了冰窖。怎么会？
他为什么会？一定是安德鲁干的，肯定是他。社群里炸开了锅，全是对我的辱骂。什么样的人会在医疗互助群里拿这种事开玩笑？真是无奇不有，有人把他踢出去吧。我的身体开始发抖，愤怒、绝望和无助几乎要将我吞噬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。我慌忙回复，不是假的，病人真的在大出血。我迅速发了一张医院诊断报告的照片，我们在市医院，求你们相信我，一定要来救救我妈。群里安静了片刻，随后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声音。还有谁在医院附近？要不去看看？万一是真的呢？对啊，那份报告看起来不像假的。那个 Rh 阴性血的男人再次发来消息，我再回去一趟，你最好别骗我。一丝希望涌上心头，我连连向他道谢。等待的同时，我翻遍通讯录，拨打所有可能帮忙的人的电话，可每次都是徒劳，血型不符，不在本地，无人接听。我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个社群里的男人身上，可这份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又是一连串语音消息，我发誓，我真想杀人。你以为一次次骗我很好玩吗？我立刻回复，没有骗你，我就在手术室门外，不信你可以问医生，车祸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大道。你还在撒谎？我刚问过医生了。他的声音暴怒，医生说威斯敏斯特大道的车祸只是小事故，病人只是受了点擦伤，根本不需要输血。不，那个医生在骗你，他在撒谎。消息刚发出去，我就被踢出了社群。我试图重新加入，申请被拒，再试一次，还是被拒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安德鲁的朋友马克·埃文斯医生打来的。别闹了，克拉拉，是我让管理员把你踢出去的。他的声音冰冷，你哥哥说的对，你妈把你宠坏了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和你妹妹作对，真可悲。丽丽已经受够了，别再纠缠她，让她好好过生日。我喉头哽咽，只能无声的流泪。他挂了电话，我的希望也随着这通电话彻底熄灭。可安德鲁还没罢休，他又打来了电话。克拉拉，你真是屡教不改，还在社群里骗人。如果妈出了什么事，我声音沙哑，充满恨意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和丽丽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传来他的笑声，你能做什么？丽丽的派对结束后，我就带她回家。我会让妈好好教训你一顿。像你这样善妒的泼妇，根本不配和丽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我要把你赶出去。我麻木地听着，电话那头的到底是人，还是顶着我哥哥面孔的怪物？他以前明明那么疼我，可自从丽丽被收养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母亲常年因工作出差，是安德鲁一手把我们养大。可每次丽丽哭了，安德鲁都会认定是我欺负了她。起初我还会辩解，可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斥责，以及对丽丽更多的纵容。而现在，母亲命悬一线，她满脑子想的却是丽丽的生日和把我赶出家门。心中的恨意不断滋生。我恨安德鲁的盲目，恨丽丽的虚伪，也恨自己上一世的软弱。手术室门上的红灯依旧亮着，每一秒的流逝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我的心上。就在我即将陷入彻底的绝望时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，是你在找 Rh 阴性血救你妈妈吗？我是市医院的护士，看到了你在社群里的帖子。是我哽咽着说。好啦，别哭了，宝贝。我查到了一位以前病人的记录，他是 Rh 阴性血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，试试运气吧。这是一根救命稻草。我连连道谢，立刻拨打了那个号码。电话接通后，我颤抖着说明了情况。电话那头的男人沉默了片刻，我可以献血，他终于开口，但我需要报酬100万美金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为了救母亲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10分钟后，他到了。我赶紧带他往医生办公室走，却被马克·
埃文斯拦住了。你又在搞什么鬼？还嫌不够乱吗？献血者疑惑地看着我。你先去献血中心，我快速对他说，病人叫埃莉诺·万斯，就说你是来给他献血的。他点了点头，依旧有些怀疑，转身离开了。马克试图阻止他，我不会再让他从中作梗。我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般扑向他，用拳头使劲捶打。他和安德鲁一样，被偏见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不是他，母亲现在已经安全了。我恨他，我眼中纯粹的恨意似乎震慑到了他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忘了反抗。医院保安不得不把我拉开，周围已经围满了人。院长也赶了过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院长，她是我朋友的妹妹。马克努力平复情绪说，她只是在发脾气，在医院里闹事。我挣扎着摆脱保安。马克，埃文斯，你就是个蠢货。我要是想闹事，为什么不去莉莉的生日派对上闹？马克愣住了，随即强词夺理。你哥哥说万斯夫人出了车祸，你却以此为借口，想把莉莉骗到这里来献血。你想让她觉得我们都把她当成移动血库。她本来就抑郁，你是想把她逼上绝路。我笑了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我转向院长，大家都听到了。这位马克·埃文斯医生一直在蓄意阻挠我拯救病人的生命。我母亲就在那间手术室里，因车祸大出血，而他却误导潜在的献血者，还把我踢出了互助社群。他在撒谎。马克坚持道，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去过他家。他经常欺负莉莉。院长是个明事理的人，转身向旁边的护士求证。护士轻声说，院长，是真的。病人是这位小姐的母亲，她遭遇了严重的车祸，是 Rh 阴性血，现在正在手术中。马克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不可能。院长没理会他，径直走向手术室。马克跟在后面，像个失魂落魄的人。手术室门上的红灯依旧亮着，刺眼地提醒着里面正在进行的生死搏斗。我终于坐了下来，身体因疲惫而颤抖。马克也在发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怎么会？可是你哥哥和莉莉。我没理他，目光始终锁定在手术室门上。他愤怒地踢了一脚垃圾桶，开始疯狂拨打安德鲁的电话。过了很久，电话终于接通了。什么事？安德鲁的声音带着不耐烦。安德鲁，你妈妈真的在手术，情况很严重。呵，这么快就说服你了？马克一拳砸在墙上，你会害我被解雇的，混蛋！你妈妈快死了，你却在庆祝生日？随便你，我要去给莉莉切蛋糕了。你……电话被挂断了。马克转向我，脸上写满了愧疚。克拉拉，对不起。你哥哥，他完全误导了我。我现在就把你加回社群，把事情解释清楚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像冰一样，没用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你的职业生涯结束了，马克。你不配做医生。他愣住了，脸色惨白。上一世，他也不是无辜的。他暗恋莉莉，不止一次帮他伤害我。安德鲁能把我单独骗到楼顶，也有他的功劳。就在安德鲁推我下去之前，有个保安路过，是马克把保安打发走的。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我还要让母亲看清，她疼爱的儿子和收养的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2个小时后，手术室的门开了。恭喜你，外科医生笑着说，手术很成功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含泪笑了出来。母亲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。晚上9点左右，她缓缓醒了过来。妈，别哭，我的宝贝，只要你没事，妈就放心了。妈，安德鲁和莉莉她抬起虚弱的手，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别担心，这一次妈会保护你。对不起，我的乖女儿，以前是妈忽略了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